大家好呀，我是花散里。在教魂和税务教育的视频中，我以君与臣、有产和中产为例，提到了强弱博弈中，弱者必须要利用稳定可靠的规则来对抗天然拥有考评权或者是赏罚权的强者。但这些故事中，看起来强者一方还是承担了更小风险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弱者直接对强者发起进攻的例子——宋英宗时期的仆役之争。简单来说，这是一个臣子要求皇帝不能管自己的爸爸叫爸爸，而得叫伯父的事件。你可能在很多地方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是我既然要做成会员视频，自然是包含了不可能出现在公开频道的讨论。这些古人们把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规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件，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人永远是目的，抽象宏观的东西才是过程。那么言归正传，事情的开始是北宋第4代皇帝宋仁宗，能成为儒生们第一个认定的仁宗，可见他是一位多么被肯定的君主。但是遗憾的是，宋仁宗并没有子嗣，他的3个儿子都早夭，最后不得不将皇兄蒲安义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收为养子，完成了立储这个君主的基本义务。嘉佑8年，仁宗驾崩，养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继位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偏偏体弱多病，不能理政，由仁宗的皇后曹氏垂帘听政。之后英宗的健康状况好转，亲政后的大事之一就是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的问题。虽然在当今看来似乎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却相当的重要，因为祭祀礼仪是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现在皇上是过继来的孩子，那就涉及到2个父亲的关系处理了。养父宋仁宗在太庙里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生父赵允让该如何称呼，就需要皇帝和大臣们共同决定了。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于是正式提出了这个议题。宋英宗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提议等宋仁宗逝世2年后的大祥祭礼之后再讨论。这一犹豫就反映出了英宗不想严格遵循宗法，那就表示有心提升生父的地位了。只不过现在仁宗刚过世，立刻给亲生父亲上尊号不合适。第2年，宰相韩琦再次率众臣提议，英宗也就顺着授意提升蒲王的名分。然后司马光当头提出了异议，他写了一篇《议蒲安义王典礼传》，通篇的意思就是，就算蒲王与陛下有血缘父子关系，但如今陛下能统御天下，富有四海，却因为是仁宗皇帝的世子，所以对待生父，我这边还是建议按照旧例封为亲王，不要破例。翰林学士王圭立刻接了茬，连办法都帮英宗想好了，认为蒲王是仁宗的兄长，于仁宗的子嗣而言是伯父，不如英宗就称他为皇伯如何？不过身为皇帝，毕竟不是在经常受到威胁的环境中，这套红黑脸对他没多大的用。英宗于是对这些意见表达不满，韩琦就领会了皇帝的意思，就出来帮老板解围了。他表示，根据礼法，即使是过继来的孩子，作为世子，继承了养父母的家业，也可以同时称呼自己的生父和养父为父亲。而且汉朝有宣帝和光武帝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的先例。如今王圭和司马光等人建议称蒲王为皇伯，似乎反而缺乏依据。事关皇家宗法，知识体大，建议召开尚书、中书、门下3省，再加上御史台共同参加的扩大会议。那韩琦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称蒲王为皇考。英宗对此很满意，批准召开扩大会议。本来这种召开扩大会议的事情，一般情况都是在第1梯队的人犯错之后，第2梯队的人成功击败了第1梯队，然后拉更下层的人给第1梯队压力。不过这次是反过来，第1梯队的英宗、韩琦、欧阳修想要直接拉下层的人来围攻第2梯队，一锤定音。但是他们误判了形势，百官的主流意见反而是支持李官一派的观点。然后曹太后恰到好处的出面，他写了封亲笔信，责备中书省不应该建议称蒲王为皇考，直接敲打韩琦。但是其他的称呼，英宗那里又通不过，这一年的争议草草收场。之后大臣们自然也知道事情还没有定，那就是皇帝没有放弃这个想法。礼官和言官们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上书，希望尽快敲定蒲王的皇伯名分。而英宗这边就开始了人事调整，将反对他意见的部分御史台官员调任。冬季之后，侍御史吕惠再度发起进攻，连上7道奏书，要求确定蒲王的名分，但是均被英宗驳回。吕惠直接自曝，既然你不采纳我的意见，那我辞职总可以吧？英宗也杠上了，辞职也驳回。吕惠于是大怒，转而攻击韩琦和欧阳修搅乱圣心，说死皇帝违背礼法，导致太后和皇帝猜疑。
这个帽子扣的就要命了，矛盾马上被扩大。其他的御史见同僚都豁出去了，便也跟进，弹劾正副相。韩琦和欧阳修则上书自辩，争吵越演越烈，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朝廷分裂成了两派，帽子越来越大，互相攻击的言辞也越来越尖锐。最后只能曹太后再次出面，他说不愿意看到朝廷因为皇族的家世而分裂，提出英宗可以尊称蒲王为亲来折中。亲这个称呼就比较模糊了，具体意思可以视语境而定，它可以就是父亲的意思，比如孟子中有不顺乎亲不得为子和敬顺亲之道，但有时候也可以泛指血缘关系亲近的长辈，比如周礼中就有亲亲尊尊之言。然而这个折中意见并未平息争论，台谏官员们依然继续攻击执政官员们，这下英宗就很为难了。执政官员们是在帮自己说话，如果不偏袒的话，以后还怎么画饼呢？可是如果事到如今才明确态度的话，就是立刻和太后以及台谏官员们闹僵，那可是还没有开始做事就先锁定了身后骂名了。执政团队一看，你再不帮我，那我不就成公敌了吗？于是提出辞职，强行拉皇帝下场。执政团队要求，如果英宗认为御史和谏议大夫们的大帽子有道理，那就免职我们；如果认为我们没有过错，那就请公开表态。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挽留执政团队，罢免了大批御史。虽然看来皇帝和宰相一派凭借政治优势直接掀桌子赢得了胜利，1066年曹太后突然转向，提议英宗称生父为皇考，英宗立即批准。不过很可惜，因为宋英宗1067年就去世了，那仆役之争自然也就没了意义，不了了之。最终蒲安义王止步于蒲安义王，未能追封为皇。关于如何称呼亲生父亲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宗法制度原则的讨论。反对称蒲王为皇考的理由是，皇帝家族是大宗，而亲王家族是小宗，小宗是没有继承权的。宋英宗诏书，他必须要割舍小宗作为大宗的嗣子，才能够获得继承权。如果称小宗的生父为皇考，等于混乱了两者的界限，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宗法制度的逻辑。坚持这一原则并非是顽固保守、食古不化，而是有现实意义的。我看到有文章认为，这种争论就像孔乙己坚持回有4种写法一样，纯属浪费时间。2年来，朝廷荒废了许多重要的事务，只围绕这个问题争论，真是浪费了行政资源。皇帝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爹还是伯父，与社会的治理没有关系。古罗马就有许多的皇帝都是前任皇帝的养子。这种理解完全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出发，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将古人都脸谱化了。这场争论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中国的继承原则历来都是父死子继搭配兄终弟及，没有子子继承大统的道理。皇帝没有儿子，不得已从血缘最近的侄子辈里面挑选继承人，但是也必须把侄子过继过来，法理上成为世子才行。宋英宗要求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等于恢复了自己是宋仁宗侄子的身份。这样今后皇族里的侄子辈就都可以要求继承权了，只要自己的实力够强大，就可以宣称有权继承皇位。这会导致继承关系混乱，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政权解体、内战爆发。这样说可能太虚幻了，为了更具体的说明这一点，我们设想一个情节，宋英宗自己就是个好例子，他才在位4年就驾崩了，还好他有儿子，其长子赵顼继承为宋神宗。假设宋英宗没有留下儿子便驾崩了，该怎么办呢？他自己是过继过来的，如果连宋仁宗的嗣子都没有留下继承人，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如果按照宗法制，应该在宋仁宗的侄子辈中，按照顺序再挑选一个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作为继承人。显然新挑选的继承人不一定是蒲王家的男丁，但是现在宋英宗把蒲王称为皇考，就有了超越其他亲王的地位，这样就有了2个礼仪上超越亲王的皇室家族，必然引发争端。蒲王家的兄弟子侄会说，下一个皇帝还得在我们蒲王家里挑，那和仁宗亲缘更近的其他亲王则会联合抵抗，双方都有拉拢大臣的能力，最后难免变成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这样民间就不可能遵从礼法了，这会是足以动摇统治根基的混乱。从这个角度看，宗法制虽然在现代人的眼里看起来狭隘，不论血缘关系怎么排，皇帝都姓赵，不会变成姓花，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宪政的安排，是以一套规则凌驾于个人的名望和实力之上。虽然这种宪制安排很狭隘，但是比起拳头硬的说了算，比起内战和动荡还是要好得多。所以尽管听起来管亲爹叫伯父有违人情常理，但是如果我生在当时，恐怕也会劝说皇帝，你还是称亲爹为伯父吧。那作为会员视频，自然不会止步于此。其实这还反映了一个问题，溥仪事件中反对皇帝意见的一方，实际上坚持的是一套公共价值体系，是通过宗法制度将皇帝置于集体共识的权威之下，
确保皇权不能逾越这种共识。这意味着仆役事件实际上是一场宪制危机，只是这个宪法它并不成文，不允许皇帝称亲生父亲为爹，还有另一个意义。如果皇帝突破了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和小宗之分，那就等于他开辟了一个不受约束的灰色地带。今后皇帝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为所欲为，不再受到大臣意见的约束，而大臣们要努力把皇帝塞回到宗法制度这个框架里，至少文官集团掌握了宗法制度的解释权，这就有了制约皇帝的武器。事实上，仆役事件后期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台谏官员们开始关注军权和相权的问题。监察御史吕大防弹劾宰相韩琦的理由就是臣权太盛，协议干政。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宰相站在了同一边。吕大防的意见是在同时抵制军权和相权对于公共价值观的侵蚀。表面上，皇帝和大臣争论的是皇帝的家事，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公权力的使用范围问题。不过很可惜，那个时代的宪制危机只能围绕宗法制度来展开，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公共领域概念，否则的话，仆役之争的精彩程度可能会留下很多适用于当代的先贤名言。当时欧阳修就直接挑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天子化家为国，不敢复顾私亲。天子的家事就是国事，私事就是公事，这是中国古代宪制斗争的一个内在缺陷。它不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种不区分的结果是将私人领域的道德类比放大，应用于公共领域，以一个放大版的私人道德作为集体共识加以捍卫，而不是为了公共领域制定一套独立的集体共识。仆役事件正好暴露了这个矛盾。要坚持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准则，就必须让皇帝称亲爹为伯父，这确实有违人伦，从基本的常识都讲不通。正如我在另一个会员视频中的观点，儒家从家而国的政治原则是儒家思想不可能自发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在数千年的积淀中，在很多领域有成功的实践，已经内化为汉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如果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它，必须正视这个根本的缺陷，否则它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扎根。然后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所能继承的，就只剩下其中零星破碎的生活哲学了。都看到这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